出阵地。是。夏旅长，左翼八里店阵地失守，守军全部阵亡。上峰命令我们立即反击。反击？飞机炸得这么厉害，部队怎么调动啊？起来，给我！旅长，弟兄们，跟我上，夺回八里店阵地，跟我冲！有本事你别抬头！小鬼子！10月13日，日军调集5000余兵力，
在飞机、大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向忻口中央阵地南怀化猛攻，试图实施中央突破。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南怀化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两军陷入焦灼状态。打！指各部打扫战场，迅速撤离。是。快点啊！来，大巴掌接好了啊！来，这边，来，快，轻点，快点啊！长时间。 师长，这几天部队也有反应。快，我们刚刚和敌人接上火，日军的飞机就到了，几次设伏都被飞机给缴了。去，把陈锡联叫来。是。师长，近几天，敌人的飞机来得很频繁，对我们的行动构成很大的威胁。中央集团军战报上说，敌人的飞机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对忻口的战役影响很大，可是没办法呀，他们在天上，咱们在地下，又没有高射炮，咱们步枪够不着他呀。我是说，在这附近，可能有敌人的机场。真的？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以我的判断，这机场应该在铁路的边上。是。 这就是阳明堡镇，这里住了大约500日军。这有一条铁道，这个小站叫阳明堡站，这是公路。阳明堡站往南20里的地方就是机场，
这个机场大概是这样的：兵营在机场的南边，老乡说大概有几十人，但是根据我们对兵营大小的判断，应该有100人到200人之间。我看这仗这么打，10连12连，从东面和南面进入机场，打他们的兵营；11连直接进机场，打掉他们的飞机。赵营长，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是。陈锡联同志，你带着1营和2营摆在阳明堡镇和铁路之间，机场一打响，敌人肯定派兵增援，到时候你给我截住他们，狠狠地打他们一下。是。打掉这么多飞机，用枪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靠炮行动不方便。李达同志，你给他们集中一些手榴弹怎么样？好。能给他们多少？咱们全师一共有6000多枚，给他们准备500枚。好。同志们，如果打好这一仗，就是我们129师的平型关，是我们八路军第2次平型关。张参谋，有，马上把这一消息电告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同时电告延安毛主席。是。去准备吧。是。哎，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谢谢那位老乡啊！那个就是大照灯，灯光很亮，听说很厉害啊。老乡，我知道。同志们，下！第一小组上，上！放走一架飞机！
将軍、これバカ者！はっ！気をつけ！敬礼！休め！どうしたどうしたんだ将軍殿、後方の補給が間に合いません。今や何もなく、中国人から食料を調達しましたが、皆泡で食べると気管に入ってしまいます。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か。はい。报告师长，772团副团长王进山奉命驰援石门关。不必去了，石门关已经失守了。失守了，这帮国民党兵就不能多坚持一阵吗？可日军在占领石门关之后，却突然停下来不走了。你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在等援兵？不对，是他们的弹药不足了，在等辎重队。哼哼，脑袋瓜够灵的。这条路是七亘村外唯一的一条通道，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七亘村设伏，消灭日军的辎重队。记住，必须切断石门关日军主力的后勤补给，为正面战场的友军争取更多的时间。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打！击着，我的后卫！这一仗打死日军300人，缴获骡马300多匹。至于枪支弹药还有其他军用品，那可就多了。师长，有几匹战马还真不错，正好可以给您和陈赓旅长。坐。哎，来喝口水。谢谢师长。别急着送礼，先说说你们这一仗的优缺点。优点嘛很多，比如战斗勇敢、冲锋坚决、积极性高。充分利用了敌人的狂妄骄傲，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缺点呢？缺点就是特务排不遵守纪律，派他们去警戒敌人的增援，可仗一打响，他们就全跑回来拼刺刀了。再有不爱惜战利品，缴获了胶卷也扯开来看，结果全曝光了。还有呢？没有了。好，那我补充一条，你们这次设伏是在陡峭的山坡，伏击阵地距敌人不过40-50米，在这样的距离上，用什么武器杀伤力最大？是手榴弹。可你们呢？先是用枪打，接着就是拼刺刀，没有充分发挥手榴弹的优势。明白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别说下次了，明天再打一仗怎么样？明天就打。好啊，在哪里打？走走走。
石门关的鬼子没有得到弹药补给，一定会很着急。后方的日军基地因此也肯定会再派自重队出来。既然这里是敌人的运输要道，我们就在老地方再打他一次伏击。原地再次设伏，这时隔1天，老戏重演，你觉得不可能，鬼子也会觉得不可能。毕竟，用兵不复，兵不重伏，本是兵家的常识嘛。但我们这次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同志们，给我打！同志们，冲啊！冲啊！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先后进行了雁门关、阳明堡和七亘村等战斗，连战连捷，切断了日军多处运输线，有力配合了忻口防御，从而也使太原会战成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役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1月4日，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卫立煌决心，以忻口退下来的部队据守太原北郊，以娘子关退下来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第35军约19个营的旅残部担任太原城防。太原会战历时1月有余。此战，中国参战军队总数58万人，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八路军从8月出师山西，到11月太原失陷，以不足4.5万兵力、缺枪少弹的劣势装备，作战100余次，歼灭日军1万余众，占整个太原会战歼敌总数的近1半。好，就按赵明刚才讲的办，让我们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准备物弹。战争与无兵的代价是不一样的，结果也会差之千里。委员长，大家都不明白，日本人这次提出的谈判条件可以说是丧心病狂，没有丝毫的诚意。委员长，您为什么要同意汪兆铭的建议呢？我叫他去谈，不仅仅是尊重他为我国民党的元老，更是要让他能知难而退。目前，日本华中方面军10个师团，约30万人，已集结于苏州、嘉兴一线。虽然有情报说日军大本营在华东规定了停战线，但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于近期内有突破停战线向南京发起总攻的趋势。我已经决定，政务方面即刻迁都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前往重庆，而在军事方面，党任之将军为南京卫戍司令，负责全程的防务作战。是。我が日本政府といたしましては、
閣下の行動に注目しております。閣下は一貫して日本政府に対し親善の姿勢をお持ちでした。ご存知かと思いますが、我らが中国で行っているあらゆる努力は、すべて日本とうまく対応できる元首を探し、そしてそのような政府を作るためであります。一日も早く交渉を進め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中央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以及八路军各师的负责人。八路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抗战，在山西和日寇争夺大多数的农村，将其转换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自给自足，要多打小的胜仗，鼓舞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同志们，毛主席在延安总部指示我们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党中央指示我们129师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根据地。现在，我们就要在这太行山上来一个麻雀满天飞。太原失守之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有关八路军的具体部署是：除第115师一部和第120师继续创建晋察冀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以外，以第115师主力部署在以吕梁山区为依托的晋西南的汾阳、蒲县地区。第129师全部和第115师3、4、4旅部署在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这样，八路军在山西4角展开，对侵占太原和同蒲铁路日军，即形成了4面包围之有利态势，在战略上处于机动有利地位。来，谢谢委员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明天的飞机先到德国。顾问团长塞克特给我写了几封信，让我争取见到他们的外交部长，然后到意大利，再到苏联。知道你身体有恙，但此行非你莫属，辛苦了。身体无碍，只怕是无功而返。成功与否，还在于这些西国。哪怕是1分的希望，我们就得要做100分的努力。我会尽力的。另外，我们虽然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但要在这个条约之上再加上互助条约。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说。讲。争取外援重要，但我们更要做好自扫门前雪的准备，竭尽全力抗战到底。如果南京不保，我们还有重庆；重庆不保，我们还有康定。只要有云、贵、川，我们就有反攻之日。完全同意。我们非常感谢斯大林元帅对中国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中国一定会跟苏联密切合作，绝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任何的妥协。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горяч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и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Китай одержит уверенную и славную победу над Японией. 取得胜利，但我们急需要苏联的物资援助。我们的飞机打光了，战车也打光了，而且我们火炮也非常缺乏。
Первую партию помощи, которую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мы можем поставить уже через 10 дней. Это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225 машин, 82 легких боевых машины и 70 орудий лег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а также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для ремонта и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этих машин. И, конечно, боеприпасы.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考虑太周全了，谢谢。 Кроме того, мы отправляем к вам группу летчиков-инструкторов и техников из рядо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а также формируем группу вое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генерал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вановича Черепанова. 好啊，好。お疲れさん。どうぞ。大陸令第8号華中方面軍司令官は海軍と共同で敵国首都南京を攻略せよ。昭和12年12月1日。命令、小木須立平中将は第13師団と天谷支部隊を統率し、北面より包囲し攻撃せよ。はい。牛島中将は第18師団と国東支部隊を統率し、南路より南京を包囲し攻撃せよ。はい。柳川平助中将は第6、9、16、114の4師団を統率し、正面から南京を包囲し進行せよ。はっ。それでは南京で会おう。行政院、外交院、考试院、最高法院都已经撤离了，我也该告别了。你走好，走好。拜托了各位，告辞。林老还托我建议，说国难当头，应当放张学良出来，助您一臂之力。张学良还在溪口吧？这要问戴笠。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白，唯有春风今还在。忽未灭，鬓先秋，泪空流。别人在前方浴血奋战，而我只能在这雪窦山上作诗。今天我看到刘义光在收拾东西，好像是要走。
东北没保住，慈禧也保不住了。蒋委员长，你终究也和我一样，没能够保住自己的家乡。少帅，有客人来了。什么人啊？是马占山将军。少帅，占山，属下不才。东北失利之后，被迫转往苏联，然后辗转各地。从关东军那儿传来你的死讯，我为你担心了好一阵子。国仇未雪之前，马占山不敢死，也不会死。你将生死置于度外，抗日坚决，不愧为东北的第一抗日名将。占山不敢辜负少帅的厚爱。少帅，你可能有所不知，就在前几天，67军军长吴克仁在黄浦江阵亡了。少帅，韩青，吴克仁，当初是我送他去法国读的军校。他可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炮兵人才。吴军长是淞沪战役里阵亡级别最高的军官。占山，田白，占山，走。其他弟兄怎么样？除67军、49军、57军参加淞沪会战之外，万福林的53军在平汉线，于学忠的51军在津浦线，何柱国的骑兵第2军在晋绥前线。咱东北军的6个军，个个英勇啊！何止6个军啊！共产党的115、120、129 3个师，用的也是咱们东北军的番号。红军用东北军的番号，有意思。那政府呢？上海失守，蒋委员长有什么打算？迁都，继续抗战。迁都？对，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其他机关迁到长沙、武汉。看来是要跟日军决战到底了。我刚在南京见过委员长，他的意思是，先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要把我转移到哪里？安徽黄山。日军逼近南京，首都即将沦陷。远离战火，远离杀戮，
一个民族的迁徙开始了。长江、湘江、富春江，凡是能走船的水系，都变成了千帆竞发、西去南下的通道。鸟船、沙船、浮船、广船，3桅、5桅、7桅，甚而12桅船。河湖港岔里林林总总的船，几乎一夜之间都涌到了江面上。我搬不走一座城池，可搬得走我不屈的本心。你强占了我的家园，可那永远变不成你的故土。上万万人的大迁徙，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东西方有记载的文字传说中，闻所未闻，世所罕见。少帅，您别看这些木船简陋而笨重，上面装的可都是几十吨、上百吨的货物，全是上海、南京、浙江几家发电厂的设备，要运往后方去的。那些年轻人都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的校长竺可桢带领着他们把学校的书籍还有设备都带上了，而且他们是边转移边学习，很是有志气。918，我把东北的主力撤回了关内，却把物资和设备，还有东北的民心，丢在了关外。唉，此一时彼一时啊！少帅，别太自责了。振山，这次去南京，委员长放你什么官？哼，东北挺进军司令，兼东北4省招抚使。这个官职，没兵，没枪，没权，哼，就一个光杆。你是骑兵出身，还是接着带骑兵吧？你去找何柱国，就说我说的，把7、6师交给你。谢谢少帅。那我就先去绥远了。等您出山之后，带咱们再大干一场。对了，杨虎城将军要回国请战了，听说已经到了香港。虎城回国了，糊涂啊！当年我没看清的事，难道他现在还没看清吗？高，驾驶116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非常的美妙。高，你要知道，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飞机，驾驶它就如同驾驶太阳战车的阿波罗。感谢斯大林元帅的慷慨，用这么好的飞机帮助中国。还有你，普洛菲耶夫，你志愿参加援华航空队，让我们很感动。来中国之前，我还去过斯佩亚，我喜欢跟英雄们在一起。大队长，是，这飞机是不错，好得很。关键是它太费油了，看来我们得在洛阳备降了。情報によると、ソ連は中国にイリュージョンヒトロクを数十機提供し、現在南京に飛行中であります。イリュージョンヒトロクはスペインの戦場でも現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この単葉機の加速性能は我々の救護式よりはるかに優れております。ただ幸いなことに航続距離が劣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れを撃つには空中でなく地上で撃つべきだと考えます。
今回イリュージョン人毒編隊は甘粛省蘭州より飛び立ち、目的地は南京であります。イリュージョン人毒の最大航続距離は700キロしかありませんので、途中何度も着陸し燃料補給を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私の考えではこの空港は落葉にあります。私自ら爆撃連隊を率いて落葉を吸収します。96式攻撃機の航続距離性能を生かして空中で待ち伏せ、イリュージョン人毒の油が切れ、地上に降りて給油を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ところを巨に滑走路で叩き潰します。我们刚进行完长途飞行，你们要仔细检查啊！哎，哎，我们的饭菜来了啊！我们的饭菜来了，这边开饭了，开饭了，来！上海本部に連絡。爆撃の奇襲は成功した。はい。敵は今、それ。最新の情報により、イリュージョン16は南京には行きません。爆撃連隊に離陸させ、直ちに南京を攻撃せよ。快上飞机！快！快上飞机！
小心！空中にもう一機の敵機がいます。無視せよ。各機につく。排気を保持したまま帰還する。3時の方向、敵機が本機に攻撃中。逃げエンジン出火。ミニエンジン停止。はい。各機に次ぐ本機は飛行レン用の操縦維持を離れる。来，小心啊！军機の方向、敵機正面から攻撃。宮様本気が。敵機のエンジンが停止。孟晓，你可是临危受命啊！南京我就交给你了。本人与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城共存亡。中华民国的首都，瞬间就要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了。作为一名将军，为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血洒疆场，直。保重。报告。南京八路军急电，蒋委员长已离开南京，飞往武汉。南京可就危险了。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随时报告。是。Чайканши просит поддерж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ддержки, а во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Конечно, они просят во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Но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лжен вести туда свои войска.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Я хочу послушать, что скажут народные комиссары. А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и есть настоящая японская агресси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я, как военный министр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олностью готов вместе с китай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вступить в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Я знаю, что вы были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в Китае. У вас даже было свое имя – Цанлуй. Но я прошу вас не примешивать сюда личные чувства.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делом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м.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Япония и Китай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е объявляли войны. И тогда, если будут введены войска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этот ввод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для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ооруженную агресс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се понятно. Но тут есть одно «но».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если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ет войну...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мы ведем туда войска, она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наша. Я очень прошу, товарищи, вы должны понять, что наша цель – поддержать Китай в борьбе с японским агрессором. Поддержать,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и уберечь себя от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о поддержать и только. Значит, мы можем поддержать только морально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 Китай и не ввязываться в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должны довести д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мнение 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может пока 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И еще, Клим, постарайся, чтобы наши люди,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советники, наши летчики всегда ходили только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одежде. Без каких-то бы ни было знаков отличия. Не надо нам лишний раз дразнить Японию. 814空战以来的3个多月中，中日两国空军殊死搏击。被称为中国空军4大天王的高志航、刘粹刚、岳以勤、李桂丹，先后为抗战杀敌，折戟殉国。虽然日军也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中国空军仅有的不足300架飞机，几乎毁损殆尽。再战，不亡才见鬼呢！不能说蒋介石、毛泽东，你们主张抗战，那就是爱国；我汪兆铭主张和平，就是投降。无耻！这种人，竟然当了10几年党主席。 还讲一套汪汪大言，真是给党国丢脸啊！来，欢迎毛主席跟我们讲话。同志们好啊！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纠队的同志们，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是一个不大的举动。 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救亡。现在呀，在中国又出现了“战则亡，活则存”的声音。投降的论调，无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还是投降。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战阵线内的反应。这种危机啊，是严重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 不让亲日派得手其间，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唯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全国人民现阶段唯一的总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动日本学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打他们的，我谈我的。我这是曲线救国。我的意思是，先让高宗武跟日本人接触一下。谈也好，见也好，最好不要在南京，也不要在上海，在香港和日本谈是最好的。戴笠的耳目太多了。
那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谈。我们向我国的腹地退却，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这种战略战术，与其说是用我们自己的剑去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我们给敌人制造的疲惫去拖垮了敌人。韦奏说得好，这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880页上所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一个防御者在一次失败以后，他退却的话，受到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大得多。毛主席，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发生的每一次战役，都是被动退却吗？对呀，说的是，对，是。是。那是因为蒋介石虽然下了抗战的决心，但仍祈求与日本妥协与依赖国际裁决。这几次战役打下来啊，对于日军的消耗那是有的，可是呢，并没有挫败他们的锐气。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他们并不是势不可挡的，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战胜他们的问题。12月5日，日军飞机一波接一波掠过南京上空，炸弹雨点般坠下，六朝古都笼罩在浓浓烟火之中，四下里都嘶鸣着空袭警报，到处都是逃窜的人群。数以万计的南京市民在轰炸中流离失所，只能涌进国际安全区去寻求庇护。喂，唐山镇遭到攻击，芜湖怎么样？是不是还在我们手里？喂，听到吗？什么情况？喂。柳川平助率领的中路日军已经抵达栖霞山、汤山、淳化一线的外围阵地。牛岛真雄和国旗登率领的南路日军进入芜湖，距离南京城下只有100多公里。狄州立兵率领的北路日军沿长江一路西来，直逼栖霞山。面对来势汹汹的3路日军，中国军队第74军防守南路，第66军防守中路，防守北路的则是第83军。51师守军奋勇抵抗，杀敌甚多，居然坚守阵地达2天之久。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阵失守。南路日军第6师团占领牛首山后，主力向中华门推进；第9师团占领大校场机场后，向光华门、通济门推进。中路日军第16师团占领汤山后，直奔麒麟门、白水桥。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司令官殿。これは投降勧告書だ。この講和条約が結ばれ、平和的に南京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傷者の数も減らすことができる。上海での我が軍の犠牲が多すぎたからな。
嘿，百万日军已包围南京，贵军若侥幸应战，南京必然沦陷，钱财文化尽为灰烬。故本司令官奉劝贵军和平开放南京城。如果12月10日正午仍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将开始进攻南京。大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我既然向委员长立了军令状，就是松井石根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投降。还是那句话，是与南京城共存亡。命令：搜查劝降书，军心不可动摇，民心不可动摇。上海能打3个月，南京为什么不能打3个月啊？对，我要背水一战。命令：所有船只由司令部统一调拨，关闭所有码头，任何人及部队没有命令不得渡江，违者就地正法。是。司令官殿、司令官殿、もし中国軍が投降を受け入れるならば、今双方の代表が中山門に着いたはずです。中国人はなぜなかなか来ないのだ。待ちますか。あと10分待て。司令官殿、知らせは参りません。もう1時間も過ぎております。司令官殿。中国人は降参しないはずだ。よしやれ。12月10日午后1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发起总攻。日军第6师团突破第58师防线，从正南方猛攻第88师雨花台阵地。日军在炮兵及战车掩护下，向第151旅水西门外阵地猛烈攻击。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在重炮掩护下，向紫金山顶峰发起攻击。司令官殿、第16師団は紫金山を猛攻撃中。本日中には占領できると思います。第6師団は宇華台と中山門を攻撃し、本日占領できます。南京政府軍は我々が包囲し、城内から出られません。よーし、南京が見えたな。そうです。南京城を開ける鍵は我らの手中です。
月12日，日军突入中华门、中山门。这一天，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城廓阵地以及南京城垣的攻击达到了疯狂的白热化程度。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第88师被迫撤出战斗。为了躲避战火，各国使馆外交官、新闻记者与中外难民一起，准备登上英国商船撤离南京。南京から逃げ出した難民船のようであります。難民？配送してきた軍隊ではないのか。南京の前線に連絡しましょうか。間に合うものか。砲兵に直ちに砲撃命令だ。南京から逃げ出す船は全て阻止せよ。大佐殿、この船は外国船のようです。英国のレディーバード号です。偵察の電報です。読め。ウコと南京の中間に3隻のスタンダード石油会社の石油船と米国護衛艦パナイ号が停泊しております。砲兵に命じてレディーバード号を砲撃させ、航空隊に命じてパナイ号を攻撃撃沈させよ。大佐殿、これは米英の船です。下手すると国際的事件になります。満州事変、上海事変、北市事変、どれも我ら陸軍がやったんだ。一兵卒が大きな事件に関われるのだ。いいじゃないか。早くやれ。はい。怎么都撤下来了？这都当他们先撤了，我们左翼已经被敌人给占了。长官，司令部在哪儿？打散了，没有司令部了。
委作手谕：扬州顾祝同总司令急转南京唐总司令，并罗留副总司令。首都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继撤退。蒋中正，民国26年12月12日。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今天晚上8点，部队开始撤退，除宪兵、特种兵，卫戍司令部由下关码头撤退，其他主要部队从中华门、中山门开始突围。长官，那是日军的正面，恐怕不成。如果不能成建制，就化整为零，然后在芜湖以西、浙江以北集结。一江门码头有36师警戒，掩护撤退。是。不服从命令者射杀无论。是。执行吧。南京完了。日军相继占领水西门、通济门、光华门，南京各重要屏障相继失守。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师团浩浩荡荡地涌进了早已在炮击中洞开的中华门，侵略者登上早已千疮百孔的古老城垣，金陵城头飘起了太阳旗。苦守了2周的南京保卫战结束，南京沦陷。还有就是，日本方面又在原来6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条：一、放弃容共、抗日及反满政策；二、扩大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第三，承认内蒙古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出兵。那么现在一共是9条了。这些个条件是这些年日本未能得逞的老调调。为内蒙古自治，实际上就等于扩大了华北不驻兵的区域。在华北战场啊，他们打不走我们八路军，而且我们会越打越大。还有啊，他们要求改善关税，实际上就是他们要求降低日货的进口关税，把更重的负担扔给我们中国人。毛主席，您认为国民政府会是什么态度？我估计啊，蒋介石先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的。可是汪精卫和他的团体虽自称低调，却一直与抗战高唱反调，大肆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言论。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出来，将这种亡国论狠狠地驳一驳。要告诉博古和恩来同志，一定要用上一切的力量，支持并鼓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坚定抗战的决心。赵明，有大事了。汪主席，日本朋友捎给我们一个消息，这是日本刚刚做出的决定，他们将马上通知中国政府，帝国军队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会给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的机会，可以继续等待。帝国政府期待能够与中国政府真诚合作，建立新的政权。
周明，千载难逢啊！俺の命令を伝え。入場次第捕虜全員を殺害せ。はっ。焼き捨て、一文字も残すな。はっ。城内に残った敵を粛清せよ。おとなしく従う者が平民、従わない者は敵だ。はっ。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15日，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16日，日军又从中日双方都承认具有中立地位的安全区内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厂枪杀。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战俘57000余人驱至下关草鞋下，用机枪扫射，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由于日军疯狂的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安全区。最多时超过1万人。实际上，安全区对妇女来说，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日军强行闯入安全区，到金陵女子学院，强奸妇女，抢劫钱财。在占领后的1个月中，南京市内就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连8、9岁的幼女和70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许多妇女在惨遭蹂躏后，又惨遭杀害。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而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南京は陸長のことだ。大日本の皇軍が歴史を塗り替えました。陛下が歴史を書き換え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南京占領はこの歴史の序章に過ぎぬ。東南アジア、豪州も含んだ大歴史が書かれました。陛下の筆によって。今考えておるのは、中国のめどが立てば次はソ連だ。北進は我が国の国策である。ドイツ外相リッベントロップから
ヒトラーの伝言が届きました。ドイツが欧州またはソ連で行動を起こすとき、日本は必ずドイツの側に立ってほしい。また軍事行動も起こしてほしいと。中国の首都は陥落した。中国は神戸を垂れるであろうか。そうすると思います。私もそう思います。来来来，都把这挂起来啊！这行吗？都往这儿挂成吗？这样呢？来，过来，来这边，往上点，往上点。哎，好。李侍卫，李侍卫，啊，在。拿过来，拿过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回您的话，这都是吉冈运挂吩咐的。今晚全城各处必须燃放庆贺烟花，连皇宫也不能例外。再举高点。哎，好。李侍卫。在。皇上怕吵闹，还是把他们拿远些放吧。是。赶紧的，快点，快点，赶紧拿走，拿走，别惊着皇上了。快点，这边。皇上，这是在放庆贺烟花呢。皇上，吉冈御用挂求见。请。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大日本皇軍が南京を陥落。これほどめで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ので、皇帝陛下には明日、天照大神にお参りしていただきます。我已经发去贺电了。祝電はすでに送りました。会場の準備はすでに済んでおり、儀式に参加いただく各界の方々や政府関係者への連絡もすでに済んでおります。皇帝陛下にはお早めにご準備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明日はいかなる間違いも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有什么差错？天照大神是个什么东西？这天照大神是个女的，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神灵。
夫人，请。夫人，我昨天来的时候，梅先生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为了准备您邀约的演出，昨晚在外边排练，出汗着了凉，早起就开始发烧。对不起，想让11年前在东京的盛况再现于中国南京，看样子，家父这个心愿要落空了。梅先生时常提起您父亲，说他是日本能剧的第一大师。当年家父带着能剧团，跟梅先生合演了一曲《霸王别姬》，堪称经典。夫人，夫人，您看。夫人，我可以看看吗？39度を。森田さん、これで歌えますかな？让梅先生好好休息吧。それでは、南京占領祝賀式典はどうなる？梅先生，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夫人告辞。吴大夫，不会烧坏了吧？不知道，好人打上一支盘尼西林都会烧个2、3天呢。梅先生已经连打了3针了，我佩服他的骨气。为了不给日本人唱戏，他是豁出命去了。志芳，给我水，水。来，快！快！没事没事。给。哎呦，这手发的是真够高的。哎，没事儿。我呀打小练功，底子好着呢，放心吧，没事儿。But it's general knowledge that the capital of Nanjing is occupied by Japanese. The Chinese will yield and bend. 日本占领了首都南京，是不是意味着要亡国啊？日本人想通过占领首都来逼我屈服，坚持抗战，首都一定会夺回来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历来都是以非正义的失败而告终啊。再说了，他们日本国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侵略中国却是东边要打，西边他也要打，你说他能不失败吗？ They're destined for failure. Seems my husband was right. He said that Mao Zedong is very charismatic and outspoken. 他说他先生说您很有魅力，讲话特别有煽动性。你的丈夫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Your husband is an exceptional man. 他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我看你也可以继续他的作用嘛。 I believe you can 可以把中国南京实现以后，中国人民的态度告诉给全世界。中国一定会打下去的。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只有一句话：中国人绝不会低下头，反而会把自己的胸膛挺起来的。
Mr. President, Mr. Simpson is here. Did you see the newspaper? The attack on Nanjing is really outrageous. I've got something much more shocking than this newspaper. Oh? This is a documentary film which is popular in the U.S. recently. Mr. President. What is this about? You remember the Panay incident? When the Japanese sank our warship that was evacuating civilians from Nanjing. The Japanese claim that their pilot mistook our warship for a Chinese warship. That's pure Japanese bullshit.